虽然关键时刻，美国在重击委内瑞拉之后，一切结束了吗？没有。为什么？你看到了五角大厦披萨指数出现了大异常。我们知道五角大厦披萨指数非常准，只要出大事件，披萨的订单会变得非常高。在打委内瑞拉的前夕哦，这数字是770%，但现在是多少？你看到这数字，你会吓到，1250%。比委内瑞拉还要高。那现在的五角大厦到底发生什么样的一个事情呢？你看到英国《每日快报》直接讲，川普已经下令了他的特种部队进驻欧洲，美国准备对伊朗来发动新一轮的攻击。所以在委内瑞拉之后，下一波就是伊朗。甚至在美国国务院官方的波斯语账号上面，他只用波斯语写下了一段话。他说：“川普总统是一位行动派。如果你之前不知道，现在你知道了。而且最让他觉得最害怕是什么？他还附上了这一张照片。这一张照片就是当时川普跟这个所谓的卢比奥全程在看攻坚委内瑞拉的整个过程的照片。他把这张照片放上。”其实就是意有所指了，而这次只有针对伊朗吗？没有哦。你看到马斯克的贴文，完全了解。他说：“恭喜川普总统，这对世界来说是一场胜利，也是对世界各地的邪恶独裁者的明确警告。”所以今天他把这个文章发了出来之后，不单单只有伊朗，是整个邪恶轴心，包括中国、包括俄罗斯、包括伊朗，这全部都是耍雷弹的。对，没错。事实上，我们就讲最近一段时间来说，我们要看看伊隆马斯克的发言。为什么？伊隆马斯克在昨天的这个在海湖庄园的这个庆祝大会来说的话，他跟这个川普还有梅兰妮三个是坐在一桌咯。对。那他还发了一个推文，说什么？恭喜川普总统，这对全世界来说是一场胜利，也是对全世界各地邪恶独裁者的明确警告。这里面邪恶独裁者当然包括中国、俄罗斯、伊朗等等一大堆嘛，全部都在这里啦。对，好，那你知道还有包括北韩。好，那你知道为什么我们说这个他发出这个警告？因为刚才赵尔不是说到吗？五角大厦，照理说之前不是经历过打这个所谓委内瑞拉吗？当时的这个披萨指数暴增700多，大家已经觉得说哦增加很多哦，就没想到现在这几天告诉说打完了，现在居然暴增到1200多啊！那到底怎么回事？你看暴增了，你看披萨指数暴增到1250啊！而且另外一家也是暴增313了，两家店同时暴增哦。他们这两家店，因为其他店都关了，这两家店是距离五角大厦最接近的。他们当时是770哦，现在是1250块，1250哦。所以人家就说，难道川普要干大事吗？这件事要做什么呢？现在已经非常清楚了。现在接下来的目标呢，可能就是伊朗了。为什么是伊朗呢？我跟大家讲，现在事实上根据目前为止来说，英国的《每日快报》他说什么？川普下令特种部队进驻欧洲，美国准备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的攻击，这是英国《每日快报》说的。另外一个，这是英国的国防的杂志说，美国特种作战部队经由英国前往欧洲。你看 ，U.S. Special Operation Unit transfer UK and to Europe， 就准备到欧洲去了。对，那我们那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好。然后专家就说，这些飞机的起飞地点还有航线模式跟特种作战部队的行动一样。那这个特种部队是什么呢？包括75游击兵团、第101空降师，还有第160特种作战航空军团。等一下，160特种作战航空团，可是这一次委内瑞拉载着三角洲部队低空飞行的，就是美国每次呢要打击一个国家的时候，都是这3个兵团会出来。就没想到他们现在都来了。然后我就讲，在2025年6月，美国准备对伊朗发动核设施的时候，英国皇家空军基地的 C-17也是出现类似的增加，就是美国飞机飞到 C-17之后，然后部分呢就转到欧洲去。所以看起来的话，你看。之前要对伊朗动作是这样，那这次又做这样动作啊，所以就有人就说，可能下一个目标是伊朗。特别是你看啊，我们昨天不是说吗？这个所谓的这个卢比欧不是说，川普总统是一位行动派？如果你之前不知道，现在就知道，对不对？就比如现在美国国务院呢，意有所指发了一个文哦，你看他是发了这个哦，这是波斯文哦，用波斯文发出来的哦，发出来，这我知道给谁看？给波斯人看嘛？那波斯人是谁？当然伊朗。给哈米尼看啊！你跟我讲，你知道吗？你最好皮绷紧一点，搞不好你就是下一个我们要行动的目标啦。
是真的，现在真的完全动了起来。这样川普不是说还不排除有第二波？看来第二波不是针对委内瑞拉，因为委内瑞拉现在的这个总统是乖的嘛，好，所以可能第二波是针对伊朗。为什么我们这样讲呢？事实上，你看哦，这是这个世界的各航机图都出来了。你看，他说有大量的这个飞行的这个美军大量的这战机被调往欧洲哦，从肯塔基州的这个坎贝尔陆军空军基地几架 C-17的这个直升的运输机哦，所以也就是说，你看从这个肯塔基州的这个 C-17的这个运输机大量来到英国，你看他们紧接下来的话，他从英国飞到哪？飞到这个在欧洲，在德国的基地嘛，对，所以就说飞到德国的这个拉姆斯泰因的这个空军基地，所以就再飞到这个地方来。好，那你看他们一直飞过来，所以你看他们目前为止1月4号，他们就说2架 AC-130的飞机从英国的霍尔的这个机场起飞，在这个机场由 KC-135的这个飞机加油之后，应答器就关掉，应答器关闭了。对，所以他飞到哪里？对，飞到哪里去不知道，所以你就知道现在你看重兵就已经来到了这个前线，来到了这个拉姆斯泰因的这个空军基地哦。另外，他现在说什么？他说现在呢，在伊朗上空或在荷姆兹海峡有非常大量的美国的这个情收机出现，包括说有人拍到 P8A， 然后MQ4C， 你看这个 MQ4C 的这个飞机的这个行踪，所以你看现在你看大量的美国的 P8A 还有 MQ4C 都来到这个地方，那我就跟他讲。在他攻击委内瑞拉之前，不是也是这样吗？没错，他有大量的征收机来到这个地方，还有大量的无人机，所以你看，他现在就是下一个目标可能就是伊朗了。所以现在传言什么？传言哈米尼要跑啦。为什么？你看他现在就是说呢，哈米尼已经拟定了一个 B 计划。什么叫 B 计划？他说，万一呢，万一真的垮台的时候，他说我们准备要外逃到莫斯科，就包括说哈米尼自己本身，还有20名亲戚，还有包括他儿子。他儿子原本是要接班的，但是看起来如果真的倒的话，没办法，他们就完全跑。完全跑的话，这个逃亡计划就是说，他们在国内这个全国范围内的抗议活动持续升高的状况下，逃往俄罗斯。又是俄罗斯。对。为什么逃往俄罗斯？因为为什么？因为他有钱啊！你知道，因为伊朗有包括说你像革命卫队等等那些是最赚钱的。他说他有价值950亿美金的这个钱，他还负责管理伊朗最大的半国营资产基金啊，这个包括一大堆都，所以他就说他们要准备跑，带着大量的钱要飞往这个俄罗斯。那目前为止来说，俄罗斯当然也是唯一会接受哈米尼的啦，所以他只能够往俄罗斯跑。所以前一阵不是有传言吗？他跟这个俄罗斯还有白俄罗斯要求支援嘛。但问题是现在整个这个已经哈米尼无法控制局面。你知道为什么哈米尼没有控制局面？《华尔街日报》不是报道吗？美国突袭委内瑞拉，打乱了伊朗的算盘。什么叫打乱了伊朗算盘？因为你现在你对委内瑞拉你就这样做，你会不会你敢不敢对伊朗这样做？敢嘛，所以他才有第二个这个逃亡计划。他想说，万一升高的时候，我又不能够开枪，那怎么办？我只能够跑。那甚至前几天哈米尼还说我会镇压嘛，但目前为止其实他都不敢镇压。所以我就说，你看，川普还在空军一号告诉记者，如果他们像过去那样的杀人的话，美国将予以严厉的打击。你看，川普再说第二次。所以看起来我就说，现在这个所谓的这个波斯，或者说像这个哈米尼这边，他真的已经不敢去镇压民众了，而且真的是瑟瑟发抖。为什么？卢比欧他特别讲到这一段，他说：“当这位总统在任时，你不要耍手段，因为不会有好结果。是，当总统在讲话时，你应该认真对待。对，你不要跟我开玩笑，拎别玩真的。对，他还弄一个这个 Don't play games。对，他刚才是有一个说，如果你以前不知道，现在你知道了吧？现在还 Don't play games。所以你看，你不要跟我玩把戏。好，那这个警告谁？”当然就在警告哈米尼，你千万不要给我开枪，你千万不能给我镇压。那我就讲，哈米尼不能开枪，不能镇压，他怎么办？我就跑了，他只能跑啊。当然，我就说，这个伊隆马斯克不是已经说了吗？恭喜总统，那未来的这种所谓独裁者都会非常害怕。现在独裁者害怕是谁呢？现在其实最害怕，我猜会是中国。对，为什么是中国？你看这一次不是大家都想嘛，这个中国的这个 JY-27雷达不是原本说可以扫到这个美国的 F-35，为什么会打得非常惨？你看这是什么时候？这是2025年的10月11号啊，2025年去年的时候他说什么？伊朗跟委内瑞拉同样拥有中国的这个 JY-27雷达，为什么一个挨打一个降服？挨打它指的是伊朗。然后这个委内瑞拉是降服，为什么？委内瑞拉过去跟中国买的这个 JY-27的雷达，然后被宣传是逆中的这个逆中战机的克星嘛，所以他就买了这个 JY-27，还有买了这个萨姆300系统，所以两个加起来不是最强大吗？实际上我会跟他讲，但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呢，这个当时委内瑞拉自己吹大了。为什么吹大？你看这是委内瑞拉说的藏不住了。委内瑞拉用中国的雷达抓了美军的 F-35，全摸清了。你看
这是当时的报道，10月6号的报道。那你看，美军击了中国的这个 JY-27的雷达探测机呢，这个探测到这个35的这个隐身飞机，美军慌了，美国的中国的这个 JY-27雷达开这个探测到这个一架 F-35的这个战斗机，一下美军急了，对，一下慌了，对，结果你就惨了，对，美军急了，美军慌了，藏不住了，一大堆哦，这样就说真的能够抓到。照我跟他讲，这搞不好是美军的设的一个陷阱嘛，所以说你看，那好，那我就说，那你到底这个委内瑞拉有没有这个 JY 的27的这个隐身雷达？当然有啊，你看这是什么？这是 before， 它真的有一个雷达在这个地方啊，就 after 就被炸掉啦，所以等于是它都没有办法运作。好，那为什么没办法运作？因为很简单，因为美军的干扰力更强，美军可以把你完全屏蔽。你就算能够侦测到，但是我屏蔽你啦，你会不会完全没办法作用啊？好，那我跟他讲。我这次不是说吗？这个马杜罗是不是一直号称说他跟习近平多好？你看前一阵子他在2029年的这个去年9月的记者会，你看他还展示华为手机，就这个画面啦。你看他说这个习主席送我一个华为的手机，还是这个双折机啊？他说这个是全世界最安全的手机，没有人会窃听我们。美国人没办法窃听，而且是世界上最好的手机，而且是习近平送给我的，我还可以直接透过这个手机呢跟习近平进行卫星通讯，甚至他还在后来说，你好，谢谢，这样模拟的，看起来他真的很厉害的样子啊。但是问题你知道吧？他们这一次呢，美军进去，因为这个委内瑞拉它的这个指挥通讯系统都是用中国的北斗卫星，但是显然呢，这个北斗卫星呢，在第一个时间应该就已经完全被美军完全屏蔽掉，你没有办法。然后你用了华为，因为委内瑞拉大部分的基地台都是华为的基地台，所以看起来的话也是第一个时间，他就已经把它完全摧毁，或是炸毁，或是屏蔽。所以就是说这些都已经没办法用。中国的北斗卫星跟华为，事实上我就说这一次惨败的不是只有中国的 JY-27的雷达，是连它的所有的系统全部惨败。对，它的北斗卫星，如果照理说卫星还在，没有问题啊，问题是没有办法。另外一个华为的也没有办法，所以才说这一次可以说是惨败。而且人家搞不好就是你的手机帮美军定位了，而且这非常糗，为什么？因为马杜罗用的它不是烂货，是他用的是跟习近平一样的东西。一样的东西哦，手机、武器、雷达，对，但一样被轰烂，是，所以中国吓到了。那如果美军也用这种模式来对我，那我不就惨了？对呀，所以我才说，现在对中国来说，为什么要下烂？照我跟他讲，现在不是就说你过去不相信，但是你现在要相信他说的话，对不对？好，那我跟他讲，川普有说过什么话？去年 CNN 不是在说他们取得一个他在募款餐会说到的话，他说什么呢？川普警告这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如果中国出兵台湾的话，美方将把这个北京空袭。他说什么？他说我说你知道，如果你对台湾动手，我就会把北京炸个稀巴烂。如果习近平觉得习近平觉得我疯了，然后习近平还回应这个川普说，北京你要轰炸，川普说我没得选呐。对啊，所以呢，他说我会把北京轰个稀巴烂，大家可以去看那个原文。对，那个原文来说是蛮粗鲁的原文。他就说我要轰个稀巴，他过去讲的话，这我们再讲一下。卢比欧说，你过去不相信，但是你现在要相信。他讲过这样的话，对，你要当成这回事啊。那他现在已经去斩首了这个所谓的相关的这个马杜罗之后，还有另外一个让习近平可能会吓到是什么？因为之前他们不是对台湾军演吗？对台湾军演的时候，美国有一个叫比尔格兹的这个记者，他就发了一个文章，他在他的 X 上面发了个文章，他说什么？如果中国对台湾发动军事攻击，对，针对政治局常委每一个成员，包括中国的军事委员会的主席习近平，北京都将重来一次苏雷曼尼式的无人机的斩首行动。哈，你说在委内瑞拉的事情过后，他是跑军事、跑白宫非常非常深哦。对。他竟然说了这个话，今天他也同样把这个所谓斩首行动可以复制到中国，是对习近平甚至常委上，对，我全部都斩首的。所以简单的意思是什么？我们如果把它两个倒起来的话，就是习近平说，这个川普说，你敢入境台湾，我就轰北京。对，再来一个军事记者说，如果真的攻击的时候，我们会先去斩首你，包括说像7个常委。军事委员会、军事这个委员、这个军委会里面的成员，包括说习近平，我们全部苏雷曼尼式的这个斩首是什么？派无人机去，死神无人机把你炸掉，所以就是这样。好，那你也想说，那这个家伙讲的是真还是假的？我跟他讲，
他是美国的一个军事记者，然后担任住华盛顿自由灯塔的高级编译，也在国防部里面国家安全计划，还有联邦调查局的国家学院，还有美国大学发表演讲，所以他还甚至写过一本书，所以他等于是他其实算是美国。我们讲美国内部，他们都养一些记者对外沟通，他就是这样一个角色。所以他讲的事情呢，我跟他讲10之8九一定是真。只是说呢，现在我没有必要斩首你习近平嘛。但是如果你真的胆敢侵犯台湾的时候，我相信到时候可能就是美国动手的时间点了。宇轩，现在伊朗恐怕真的要出大事。伊朗的抗议民众是有拿枪的，因为是短枪，没有。你看画面，那是长枪哎，长枪之外哦，你看到哦，今天连伊朗的这种上校级的都叛变了。我心里想，不对，这不简单。不要忘了委内瑞拉的这个所谓的任务上面。为什么可以这么成功 ？CIA 它渗透在委内瑞拉，找了多少人帮忙？有内鬼这么多，它现在也干脆把委内瑞拉这一套复制到伊朗上面了吗？对，照我这个气氛越来越奇怪，为什么？因为伊朗明明原本跟我们讲说，是因为经济因素，大家为了讨饭碗上街头，结果这个剧情画风批变啊！第一。整个全国现在31个省份哦，23个省份，40座城市，大大小小规模抗议。第二，我们直接看你带你看他怎么抗争法好不好？你看一下这像不像抗争？我们讲汽油弹，跟你讲说经济，然后开始丢汽油弹，那汽油弹一枚一枚砸，你有没有看到？对于政府的机构，这是在伊兰省哦，而且这些丢汽油弹的时候，他提啥？长的啦，大机的啊，长机的长枪，不是这军人了吧？对，那我就好奇啦。你们的抗议经济哪来的长枪呢？哪来的武装设备呢？而且是有系统性的哦！你们看到对空鸣枪，重点是你知道吗？旁边的人完全不惊也不怕，对，好像呢只是在放烟火一样。来，你直接看这画面，他首先哦拿了一把这样喷射的东西，不是这个哦，这个是把我们讲的雕像烧掉哦，哈米尼烧掉这个小 case 哦，来对着警察，前面是我们讲10个远警哦。突然间喷出这种不明的液体，往这些警察身上喷，就喷了没多久之后呢，你后来才搞懂，你有没有看到？哦，开始在喷了，开始在喷了，对，然后下一秒，嘣起来，喷我枪，它是火箭枪哎，对，我傻眼，我想说怎么会有这东西哪来的？对，你不要骗我嘛，老百姓怎么会有这种火焰枪？那你说本招这个，因为这个都还符合所谓的激烈抗争的范围，但这个所谓的武装部队。跟这个所谓的火焰枪，而且你知道吗？他们是有系统性的、一直去占领的。我们讲的这个很多个总部，而且呢，朝这个地方往汽油弹丢，也就是说伊斯兰革命卫队。换言之，他们是有计划性的在瓦解省政府的组织，在瓦解这些武装部队，瓦解这些地方势力，让整个我们讲的神学院这一派的对于他们地方的控制越来越弱。所以你看哦，伊朗的士兵那时候干嘛？用散弹枪跟示威开火，散弹枪哦。所以已经变成是双边在搏火喽，而且你看哦，包括抗议者直接把城镇这个阿瓦斯这个道路，你知道干嘛吗？来烧了，而且我问你，火焰后面有没有枪？这是在封路啊！跟你讲说此处不通啊！你的官方想通过，我绝对跟你 biang 啊，跟你拼命嘛！而且你知道吗？你说抗议，你说经济，你应该是要政府好好做事情，不是他把旗帜全部都下架了。对，来你看降旗代表什么？那颠覆政权的啊！这不是跟你开玩笑的嘛？所以为什么我们刚才一直解释说哈米尼一直要尝试所谓的 Plan B 计划逃到俄罗斯来造？这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你知道哈米尼最害怕、最担心的是什么吗？就是叛变。对，但叛变的不只是一般老百姓，叛变的是谁？军方若叛变，对，我问你，他身边的这些军人，如果这些真的有带路党，会被美国买通，跟你保证说，你叛变之后，我继续让你当将军，我让你扶持地方政权，他会担心这个啊。而且他看到委内瑞拉就是这样子被狙掉的，对啊，下一个就是我了。他害怕自己人呐，所以他照美国这个能耐，所以你看哦，他20个亲信跟家人呢逃到莫斯科，我跟你讲，莫斯科只是其一。哈米尼的家族哦，包括他的儿子，包括他的继承人，包括他周边这些亲朋好友，比较亲疏远近越较远的，你知道跑到哪里去吗？已经躲到美国去了。有些躲到美国，有些躲到加拿大，有些躲到欧洲去，早就已经跑光了嘛。因为他的资产哦，他有一个主权基金，那个主权基金就是他们家里的私人基金，那个私人基金我们讲破兆，所以对他们讲钱用不完啊，大概800-900亿美金左右。来，你看哦。俄罗斯呢，现在是唯一有能力提供保护国家，因为哈米他这个人有一个特性，他这个人哦特别的偏执。你知道什么叫偏执吗？第一个，他不相信身边所有人，所以他把身边所有人都安插亲戚，所以他亲戚总不会捅自己吧？亲戚要急死。再第二个，你看啊、之前跟以色列我们讲爆发冲突的时候，你知道他躲哪里吗？他全部都躲在地堡里面。就其他的将军哦、官员都还在外面哦，然后他一边喊话，对不对？没有，他其实都立地国啊，康来对。
就是他非常的担忧，说自己可能会被空袭啊，会被狙杀，就是死活他都要活下来。所以到底要怎么处理他？美国要花更多的力气来，真的是花更多的力气。这是最近特别爆，这叫什么？披萨指数对，不要以为是台股3万点，披萨指数。那我们是不是之前讲说杀委内瑞拉打击的时候700嘛，对不对？你知道最新12500，对，暴增到12500。我跟你讲，这个数字搞不好还在上升，代表说奇怪啦，委内瑞拉的事情已经结束啦。那为什么佩纳港它这个披萨指数还持续在上升呢？肯定是有另外一个迹象。来，第二件事情，这是美国的 C 妖拐。那 C 妖拐通常在什么时候呢才会降落呢？运送战略物资。对，所以你知道在卡达这个地方应该是空军基地，开始最近1架、2架、好多架 C 妖拐开始不断的落地。甚至是我跟你讲，马杜洛已经结束了嘛？哈米看到这个换他睡不着了。最近航班跟开源情报这是有影像画面，各位，我们直接看那个绿绿的画面，那个是真的这不是 AI Delta 跟160特种部队，T160特种航空队叫做我们讲夜行者，他是专门做这种狙杀任务的，很有可能在下周前往伊拉克。这飞机已经在飞了。人已经在往那边去了，特种部队已经在往那边跑了，然后物资往那边丢了，所以你说他会不会接下来真的有可能去发动这个东西？很可怕嘛！而且你看摩萨德一直在跟你讲一件事情，说时机到了。对，什么时机？什么时机啊？我们不是在远处我们在现场来，赵老师你再看，我们一开始在讲这个叛变，摩萨德跟你说。我也在现场看着你我不是在远处而已这样很可怕，表示说那一些枪、那一些汽油弹、那一些汽油枪，怎么可能是从家里拿出来的？有人给你的嘛？是啊，就美国跟以色列已经渗透了嘛。所以你看，最近动作开始频频，比如说以色列12月份的时候，明明跟黎巴嫩真主党已经签停火，突然间又开始跟你打击南部，说那南部那边呢开始有这种武装的迹象伊朗显然没有放弃所以我们必须要打击这个真主党。然后1月3号，英国跟法国联军又对叙利亚兄弟，你不是炸过了吗？没有。再度炸毁地下隧道，因为说这些地下隧道呢，可能暗藏所谓的反抗，甚至我们讲的有一些我们讲反叛区的一些势力，也就是现在感觉一触即发的氛围状况下，我的判断是这样子啦。以色列这个国家不需要美国出手，他不用像委内瑞拉那么复杂，只要美国愿意开绿灯，甚至提供相关的情资跟相关的情报，以色列要发动所谓的闪电战，因为他们跟美国不一样，他们不会留人头的，要把人做千里狙杀，恐怕哈米的性命岌岌可危。瑞德哥，如果这一次委内瑞拉到伊朗真的是复制贴上的话，那真的出大事。我们刚刚有特别提到160特战航空团现在被捕捉到已经去了伊朗了，等于是往伊朗那里走了如果三角洲部队加160特战航空团，他真的是杀手锏全部都拿出来。对，没错。那么美国呢，全部加起来，包括陆军、空军跟海军总共有46000名的特战部队。那么包括这一次负责在委内瑞拉进行攻坚的抓人的三角洲部队、游骑兵部队，然后绿扁帽部队，也包括160特战航空队俗称夜行者这些部队还有我们熟悉的海豹部队。这些部队都是非常强大的。那么刚刚讲的这个夜行者，也就160的航空团呢，他们负责干嘛？他们跟这个游骑兵部队呢比较负责，就是在这个等于说三角洲主力部队攻进去之前，对，他就先把那个第一线的现场全部控制住，或者清理完外围的，然后让三角洲部队攻进去了以后呢，在外面负责的守候，也阻挡其他的敌军来这个等于说那么那个驰援就对了。对，他们所扮演的角色是这样。那通常呢都是用这个直升机。我跟你讲，这次去抓了马杜罗夫妻的这个三角洲部队从头到尾的直升机都没有着地。他们所有的搭乘的直升机呢都是在空中，对，直接空中。直接直升机垂直升降下来，只要30秒钟，所有的人全部下来了，直升机就走了。直升机不会成为对方的相关的目标，所以呢，下来了以后呢，几十位那么三角洲部队直接攻进去了。那么除此之外，你要知道，川普其实早就想干委内瑞拉了。对，他在第一任总统的时候，2019年的时候，他就很想干委内瑞拉，但是那时候因为这个然后马杜罗很嚣张。他呛说：“我有25000名的禁卫队，来呀！”那么这次他也很嚣张。这次事实上在去年2025年的11月的时候，
当时其实美国已经有媒体报道到，那必要的时候，川普可能出动三角洲部队。那你知道这个马杜罗多嚣张吗？他说我出动国防部20万军队跟你对抗。结果没想到他的旁边全部是古巴的保镖，对，然后32名古巴的保镖，全部被打死了，全倒了。马杜罗做到现在被抓了，他都搞不清楚，出卖他的人，事实上是他最亲信的人啊。对，那所以呢，为什么这样讲呢？2019年的时候，川普这一次不是坐在这个白宫的战情室，然后看着那个 monitor， 那好多 monitor 吗？你知道2019年呢，他很想抓这个马杜罗。但没办法抓马杜罗怎么办呢？他把目标改去抓伊斯兰国 ISIS 的巴格达迪。对，那么他也是派这个等于说三角洲部队去。每个不同的美国总统有不同的喜欢派的部队，所以呢，他就特别喜欢钟爱陆军最强硬的这个三角洲部队啊，当时就派出去。那么三角洲部队呢，是由刚刚讲的游击兵跟绿扁帽里面再去挑更精锐的这个特战部队呢，再来集中再训练。对，那么它不是一般的特种部队，我们特种部队有不同的特战那个训练，对不对？它的特战，它是特战中的特战，它要你训练你除了一般的特种部队之外呢，这个三角洲部队的人，他又有狙击手的能力。然后紧接而来呢，不好意思，前面一辆坦克车，你要能够开坦克车啊，你知道吗？他连这个能力都要训练到会，所以呢，你要到三角洲部队来不是那么容易的。当时，那么川普一样坐在白宫战情室，看着眼前的相关的这个画面就对了，一直到三角洲部队呢攻进去，甚至于包括军犬的身上都放了这个随身的相关的这个等于说即时影像这个系统啊，直接现场把现场直播带回来，这个等于说白宫战情室啊，当时川普很得意，为什么？出来了以后宣布，出来以后将当场在场白宫所有记者宣布，我刚刚看了一场好精彩的电影，对，是什么呢？我们的三角洲部队呢，直接冲进去，直接攻打了以后，击毙了这个等于巴格达迪的这些10几名的这个相关的这个等于保镖之外呢，在最后关卡，那么巴格达迪呀，他发出了尖叫求饶的声音，结束他的生命，然后把巴格达迪的太太直接俘虏活抓回来。所以这一次叫做绝对决心行动，意思就是我一定非赢不可，而且我一出手的话，对方只要敢反抗，格杀勿论。这就是三角洲部队跟其他世界各国的这个特战部队不一样的地方。国政，我们都知道美元霸权，第一个是所谓的美元，第二个是你的军力，把它整个撑了起来。但是现在从委内瑞拉这件事情，我们看到一件事情，中国不是自己也自诩我霸权吗？但是今天委内瑞拉出事的时候，你中国的军队你到底在哪里？你中国的态度到底在哪里？所以中国的霸权它根本就是一个完完全全假的，这也难怪它在这个地方委内瑞拉，尽管你投了再多钱下去，都是一场空。而且今天这件事情让国际都看清楚了。你人民币从头到尾都是一个虚的，所以人民币的伙伴们现在都错了蛋，都担心自己成为下一个。你知道马杜罗为什么这个时候被抓吗？除了贩毒之外，其实他在1月1号干了一件事情，让川普不能忍受的是，他宣布从2026年，就是这个元旦，正式跟委内瑞拉跟中国的央行双边进行直接人民币的互换，就是不用透过美元，直接拿委内瑞拉货币、拿石油跟人民币互相交换，就是再也绕过美元，就不用再用美元了。所以它委内瑞拉有90%的原油用人民币交换，而且是从1月1号，就是上个礼拜的元旦开始做这件事情。所以川普当然不能忍受，因为川普正在做什么？美金的霸权，解决美元跟美债的问题啦。可是中国现在干这件事情是人民币国际化，是会绕过所谓的美元，大家不用。然后委内瑞拉刚好从今年的1月1号开始不用，你不被川普打，你当然会被川普打。那川普这一打示范了一件事情，拳头还是重要。人民币想要国际化，尤其他做了一件事情，你知道吗？叫做要推动所谓的数位石油人民币，就是所有的人民币变成石油元，哇，这不得了了，就变成是竟然有个产品叫做人民币油元。这等于什么？以后未来的石油都是用人民币过来这边结账，你美元就什么都不是嘞。所以真正要打他的是贩毒吗？其实不是。这一打之后，外科手术打得那么精准，人民币石油人民币没有人再敢用了。所以中国接下来要碰到什么问题？几百亿美元的债权可能会变成呆账。接下来以后
可能委内瑞拉就不会支持所谓的直接两国央行互换所谓人民币这件事情。那世界上还有谁敢去用石油来交易用人民币来交易石油？只剩俄罗斯跟伊朗。现在这2个国家还有很多问题。同时有一件事情也会发生，美国这个强势行动会让南美洲、非洲、中东这些国家都在担心什么？我如果干同样的事情，我支持人民币直接互换，我支持人民币游远，那我是不是下一个被揍的人就是我了？那我们来看这张图就可以看到，川普现在最痛苦的事情就是这一件事情。我们用2020年这条线来看好了，只要美国发债发得多，美金就往下掉嘛。所以我们去年的时候台币不是大升吗？就是因为美债越来越多。可是美国才不管这件事情，他就强势要求2件事情来确保美元大家用美元，第一个是黄金，所以全世界的黄金都是用美元在交易，国际交易的。再来是石油。石油是全世界最大宗的交易物品，所以石油交易的话，美元大家就会爆，所以川普就可以解决美国最痛苦的痛点，就是美债发太多，大家不要用美元这件事情。可是只要黄金跟石油控制在美国的手里，我就解决了。那美国是怎么做呢？要求各国要听话嘛，控制全球石油供应国嘛。供应链跟价格都是控制在美国手里，这些国家听话，接着派美国公司、西方石油公司，像雪佛龙啊、埃克森美孚，就石油7姐妹，去这些国家投资掌握石油嘛。所以这些国家的石油如果被中国石油公司控制，美国也会动手。接下来控制所谓的航运嘛，巴拿马运河、苏伊士运河、地中海、马六甲海峡，美国都控制住。这样控制住之后，美元美债要怎么维持，就可以继续玩下去嘛，继续印美钞，继续借美债，大家还是跟着要接受这些事情嘛。可是中国现在干了什么事情？就是从1月开始，90%的石油是怎么结算，你知道吗？就是在上海自贸区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以前是要SWIFT系统是要换成美金啊。假设是委内瑞拉，这是中国，以前还要换成美金，拿人民币换美金，然后把美金给委内瑞拉，委内瑞拉换成美金给中国。对，现在不用，直接拉专线，一条线处理你。对，直接拿委内瑞拉钱或者是石油就可以直接换了，甚至伊朗、俄罗斯直接就换了。人民币就变成是非常流通量很大，那这就是踩到美国的红线了。黄金跟石油绝对不能用别的货币嘛，不然我就打你嘛。偏偏委内瑞拉影响很大，你知道吗？我去德州采访的时候，美国人都喜欢讲一句话嘛，6600万年希克苏鲁伯这个陨石摧毁了地球的恐龙，6600万年前。可是打到墨西哥湾的时候，造成整个湾区怎样？大陨石坑产生了很多石油，有利于石油。当然，这个是一种说法啦，就是只要有陨石坑的地方，虽然摧毁了恐龙，但是石油容易生成。所以委内瑞拉运气很好，你知道吗？被陨石打到的地方都有很多石油。它石油有多少吗？3000亿桶。这条线很长。我们再看美国，美国连100亿桶都没有，可能才差1/3或1/4。30%。好，第2名是沙特阿拉伯嘛，再来是伊朗，邪恶轴心。俄罗斯在这里，这几个人如果都不听美国的话，美国就完蛋了。谁用美金啊？这才是真正的大问题。偏偏中国真的干一件事情，我们把画面拉到4个月前，对，9月7号的时候，中国真的跑到委内瑞拉去。马拉开波湖，这是他们的第2大石油产区，真的弄一个石油专有平台哦，在海上哦，而且一口气要投资10亿美金，把石油在产量提高6万桶，10亿美金，他挖100个口井，这代表什么？以前只有美国公司能干的事情，现在竟然是中国公司进来了，所以美国就会像怎样？我们回到91年的时候，沙漠风暴，那时候伊拉克就是侵占了科威特的油田，美国就动手了。所以有一句话很重要，只要有石油的地方，都有什么？都有美军。有美军，有独裁者的国家很多，不民主的国家很多，但是有石油国家就有美军。美军在做什么？美元、美军、石油霸权才会一体嘛。所以中国想要人民币国际化，人民币变石油元，你有没有解放军走出去才是重要的嘛？廷伟，现在马杜罗真的惨了，并不是说被抓了，然后去美国去受了这个审。他现在住的这个地方，这是在布鲁克林的拘留中心。你看这些画面，我快吓死了，有够脏，有够乱。结果你看这个，连这个马桶
都歪掉。这个布鲁克林拘留中心哦，就是我们所俗称的纽约大都会的拘留中心哦。对，这里是美国恶名昭彰的数一数二的拘留中心，根本是地狱。对，那这在这2个月内呢，其实也发生好几起的这个持刀杀人的事件哦。因为在里面来讲的话，既然有这个相关的拘留人员哦，那有人自己自制的刀子呢，来戳另外一个这个相关的狱友哦。那这个是非常奇特的地方，因为这个地方来讲非常难以管制哦。你看那个画面哦，连那个马桶被拔掉，然后呢居住的地方来讲的话哦，都非常肮脏哦。对，所以这个地方也没有人去处理，所以我不这知道太离谱了。是您旁边什么？哎，你看这墙壁都是裂的，对，墙壁都裂痕了。这个马杜洛享受那种荣华富贵这么久，被关到这个地方，才是最煎熬的。作为一个国家的总统，结果你跑到这个地方的拘留，当然这个是准备要提审到这个纽约的地区法院去了哈。那所以就暂时在这里哦。我相信他们还是会保护他了，避免他跟其他的狱友哦这个在一起啊哈。那所以。这个马杜洛来讲的话，我们知道哈，美国他做这些事情，其实就在肃清他在整个自己的后院的一个势力范围哦。卢比奥曾经也讲过，卢比奥在这个他的国务院的网站上面也一直在强调一件事情哦，他就是要巩固所谓的他们在西半球的一个势力范围，这里本来就是我的地方。那你今天马杜洛，你竟然结合中国跟俄罗斯的一些力量，当然也有可能有伊朗的力量，你有可能在这里给我放什么有的没的，人家针对我，这还得了？就是说。它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避免跟竞争者之间这个让竞争者可以在这个委内瑞拉部署任何的军事基地。但是我们讲的真的中国是不长眼的，为什么？中国一直在呛美国，中国竟然在12月10号的时候还发布了第3份的所谓的中国对拉丁美洲的加勒比海的政策文件，这个就冲着美国而来的嘛。你知道中国目前来讲总共有发布过3份的政策文件，第一份是在2008年，然后讲什么平等互利。第2份是在2016年，讲的就是所谓的5位一体的中拉关系。第3份就是就是去年2025年的12月10号，讲的是5大工程。但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哦，如果说你中国就一直插旗在这个拉丁美洲来讲的话，过往来讲，比如说拜登政府、奥巴马政府，他们可能不管，但现在川普一定要管。所以如果说现在川普要管这件事情来讲的话，下这个重手，我相信。所有的中南美洲的国家看在眼里，整个都会翻倒到川普这边来。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耀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